范增的我呀跟他 PK， 我是我的耻辱。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叫当代艺术，他连传统艺术、传统文化都不够格，他就是一画小人书的，知道吗？刚才这段视频中评价范增的这位叫周老，他也是一位画家，你看他就不服这个范增的技术水平哈。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范增哈，这位87岁的书画大师，最近再次成为了全网关注的焦点。原因是他的女儿范晓慧在个人微博发长文，说他的父亲被他的妻子，也就是去年刚刚结婚的小他50岁的徐萌带离住所后，现在失联了。现在住所已经贴了封条，然后库房的珍品又被搬走，一些知情较多的老员工又被辞退。他这个长文里还说徐萌强令员工关掉房间的监控，恐吓员工不许外传消息，如若不然他就会去报送公安局抓人。网络又传闻这些被搬走的库房的珍品可能价值高达20亿。就在范晓慧联系不上他的父亲的时候，一个叫范逸夫的，也就是范增的继子，在昨天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范增红光满面的看画展的照片。他发布的这条帖子上的 IP 的显示是在法国，所以好像言外之意就说范增现在之所以联系不上人家呢，是在法国看画展呢。但是很快就有网友指出说这个画展并不是在法国的，而是去年北京的画展，或者也有人指出这是上个月的北京的画展。你看范增周围那也都是中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专门给老爷子在指指点点的做介绍，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三脚架，感觉在摄像。那大概率也只有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给名人然后做专场的讲解和做介绍，还要摄影那就更有意思了。也就是说这难道是范增的继子范逸夫在帮着打掩护，还是说这是用更加的扑朔迷离想来增加事件的关注度？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范增的故事。87岁的大陆知名书画大师范增在去年4月梅开四度，娶了小他50岁的电台女主持人徐萌。视频中这位在范增写字的时候旁边在观摩伺候的这位就是徐萌。你看这徐女士还是非常细心的。范先生在写字的时候可能怕他跌倒，所以就把那么沉重的一把椅子在后面就不断的拖来拖去放在他身后。根据两人认识并结婚的这个日期来看这段视频应该就拍摄于最近的1年。你看范增写字的时候身体还是很稳的，手不抖身不颤，那就是很多87岁的老人真是做不到的那范增的身体状况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就在8月16号，范增的女儿范晓慧，她呢是国家京剧院1级服装设计师，是文化部青年委员。这范晓慧是范增唯一的亲生骨肉，是范增呢和第2任妻子边宝华所生的。除此之外呢，范增有一个义子就是著名的歌唱家廖昌永。另外一个儿子呢，就是他的继子，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范逸夫，是他的前妻和前夫所生的，并不是范增的亲生骨肉。根据他女儿范晓慧的详细声明，范增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还尚未可知。范晓慧在声明中写道说他因为陪伴孩子参加暑期的夏校，从7月5号父亲生日派对过后就一直在外面。期间呢，他的父亲呢还跟他有微信的这个留言的联系。然后就被告知说徐萌女士身体不好，这徐萌就是她的继母那说家父呢在医院陪护，暂时不回碧水庄园，就是他们那个家但是呢，这个范晓慧对此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疑虑，就是你看他父亲已经87岁高龄了，本身就需要被照顾，怎么还能在医院陪护病人呢？他说尽管如此，但作为女儿的他选择了相信。然后呢，就后续几次这个微信联系中徐萌都说仍在治疗，即便范晓慧呢再三追问，也不能得到更加确切的进一步的回复。更令人担心的是范晓慧电话询问，就是他和父亲往来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范增在哪儿。就在这时候，他就收到了朋友传来的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报道，就是网上各种传闻说范增已经搬离住所不知所踪了，所以他决定立即回国查看情况。范晓慧呢跟朋友驱车去碧水庄园查看的时候，就发现房屋大门已经紧闭，而且贴上了封条。你看，果然就已经人去楼空了。你说这一般人家人去楼空，谁会出门了会给自己家贴个封条是吧？很奇怪。然后他现场就询问了剩下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得知这个范增是在7月13号被徐萌带走，并带走了全部的生活日用品，已经有1个月了看似好像不会再回来生活了，更加令。走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就没看见人，我们都到现在没看见人。对，有你走的时候你在家的吗？没说，你走的时候都没说，也没跟你们说。没有。
13号上午，他妈妈带我们去那个什么五彩屯啊去玩的，到晚上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没看见人了，家里阿姨什么的一个人也没见着了，就阿姨什么都给带走了，一个人都没了。对，没跟任何家里人打招呼，没看见人，然后回来孩子使劲找爷爷，还找到使劲哭了，那几天天天哭，天天哭，景景天天哭，那肯定啊，天天跟爷爷在一块儿，那突然见不着，那肯定难过啊，肯定哭啊。没看见。然后给爷爷打电话了呢？那跟谁？我们有没有联系方式？那萌萌可以啊，跟萌萌联系啊。没联系。范晓慧震惊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些知情的较多的老员工说是被徐萌以重金悉数辞退了，徐萌带走的都是他自己刚刚雇佣的那些服务员。范晓慧呢还说，在徐萌带走他父亲离家之前，已经在数次在家人不在的时候就搬运范增早年库存的大量的书画作品啊，还有古玩收藏哈。徐萌又强令员工关掉房间的监控，恐吓员工说不许外传消息，如若不然他会送到公安局去抓人。之后呢，就将他父亲是吧50多年的珍藏的书画、古董打包装箱分批运走，但运往何处啊，员工不知道，吓得也不敢发声。这都是范晓慧的说法。如果范晓慧这个猜疑是真的话，那我不得不说，这徐萌的手段真够可以的呀。因为你想啊，范老爷子已经80多岁了嘛，你看见人肯定也很广了，然后对于一般人的心眼子，他肯定也是了如指掌。尤其徐萌跟他又是去年才结婚，2024年结婚也到今年就才1年而已。按照我们以往的感觉啊，尤其对这种顶级富豪或者说知名人士、大画家，他们的再婚，尤其还是4婚了，又娶了小他50多岁的小娇妻，一般这个小娇妻好像都是一个那种特别小鸟依人、特别怕事儿，就是好像特别听话的那种形象。尤其你看范增，他又有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吧？然后还有继子，然后还有义子，就是有自己的孩子嘛。一般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会比较强势。就我们以往就是很多这种案例都是说那个小娇妻反而是会怕这种老爷子的亲生子女的，没有想到这个哈，就是正好反过来了，就被小娇妻拿捏了。这个你这么说感觉还真是，这徐女士也是手段了得，如果这是真的话哈。不过当然目前为止这些信息都是范晓慧方面的这个一面之词，而且很多信息呢也都是网上传言我们要等待进一步的更确切的消息出来。目前范晓慧她一直在电联范增，手机呢都是未开机的状态，所以他目前只能给唯一的联系通道，也就是徐萌发微信。作为女儿她在声明中就表达了深深的担忧，说家父耄耋老人又值酷暑之下，作为女儿不希望父亲离家一事被网络热炒，她只挂念父亲健康和安危。关于这个事件，网上的传言就更为惊悚了。以下都是未经证实的传言这些爆料的主要内容是就说徐萌其实是范增的继子引荐之下安排到范增身边的一个棋子，为了让徐萌接近范增说他的继子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至于后面的这个转移古董等等字画的这些行为都是按照计划一步步走下来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实在逻辑上也能理清不少事情，就是为什么把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位徐萌介绍给他的继父范总呢？而且是先做助理，后面又逐步成为了妻子。通常意义上讲，就像你开头讲的，这母亲病重的时候，那些子女通常是要防范其他异性来接近父亲的，因为这会可能引发这个财产的纷争的风险。但是在范增一家的这个特殊案例中，就不难看出这样的反常识的现象的背后的真实逻辑。因为范义夫和范仲达他并不是范增的亲生儿子，范增的亲生子女只有范晓慧，那就意味着如果范增没有新的太太，那么未来争夺家产主要就是在范增的亲生的范晓慧和这两个非亲生的继子之间展开。那谁赢面大谁赢面输，输面大几乎可以一目了然。就算范晓慧和父亲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血缘关系越到人年纪大的时候就会越重视，更何况范晓慧就是他唯一的亲生骨肉。那如果新的太太是继子这边的人，那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网络爆料还进一步指出说徐萌疑似通过老乡范宝华等人低价抛售范增的字画，所以部分作品甚至以1到3折来进行贱卖。还传得更邪乎的说这个资产涉嫌被转移到一名被称为神秘哥的人的手中进行保管了。那说到底，这些传闻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相？其实关键就在于范增本人。如果范增站出来说这都是瞎扯淡比如自己的妻子转移字画是按照自己的指示来进行执行行事的，爆料就是谣言。如果范增说确实有这些事儿，转移这些字画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是被坑了，
那就是真实爆料。所以有时候啊，这个真相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件最新的进展就是范增的继子范一夫在8月17号的时候发布了范增和娇妻看画展的照片。范一夫在这个时候发这个图片，在网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也是一副很不着急的样子，既不跟范晓慧联系，也不跟大家伙明说老爷子跟我就是在一块呢。你看他这个不清不楚的这个发文就非常的耐人寻味。要理解今天的范增，我们必须回到他的起点来看一看。范增是1938年生人，出生于江苏南通，是非常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啊，他的作品是非常值钱的。先说一个常识，就说一个画家的作品，也不是所有的作品啊都是价格一致，都非常高，也分为高中低端产品。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作品的内容啊、规格、年代和市场流通的情况。对，我刚想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人，就感觉怎么还有就被小娇妻都能卷走20亿，就感觉他应该身家肯定更多于此嘛。这肯定是很多知名的演员都达不到这个数字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著名的画家他那么有钱。因为画家他画一幅画，你像范增，他的现在价格比较高的画作就可以拍出1000万的价格啊！你想一个演员拍一部戏也就几百万到1000万，当然就像我刚才说啊，这也不是说范增每一个作品都能卖到1000万。这个他的作品也分为高中低端。首先从题材上来看，范增最拿手的就是画人物，尤其是那些带有文化符号的历史人物，比如竹林七贤、孔子、老子、苏东坡啊、达摩、钟馗，这些人物本身就承载着一些深厚的文化和哲学意味，就中国人心目中就很有象征意义的这些形象。再加上范增独特的这个笔墨语言，就会让这些他的这样的作品，他的就成为代表作啊，往往就会进入美术馆，进入重要的私人收藏，也在拍卖会上能拍出高价。那些你看他经常在镜头上画的那些即兴的小品，比如一些小张的这个小幅的猿猴注射画呀，一张荷花呀，还有什么鲤鱼戏水等等哈，这些题材虽然也有范增的风格，但艺术含量算不上特别高哈。而且这类画呢，在市场上数量就挺多的，流通也比较广，就不稀缺，最终呢也往往只能卖个几万块钱的这个价位。另外，范增的话也得看尺寸，你看这个大尺幅的那种长卷、大幅的立轴，往往就会受这个收藏家的青睐，这样的作品就能挂在美术馆，能挂在企业的大厅。恢宏大气，也代表了画家在全力创作的那么个状态，所以就属于高端的精品。那些什么斗方啊、小幅的单张啊，更多就是作为礼品交换或者是应酬的作品，价值就很有限了，市场也几愿付几万，甚至最高也就几十万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呀，这个范增啊，他只要能持续作画，他就是一个行走的、活着的摇钱树。范增从小呢，他就展示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13岁的时候，范增就加入了南通市的美协，和袁运生、顾勒夫并成为南通3小画家。可以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自己罕见的天才。1955年的时候，他就从南通考入了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的时候，又转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半年后转入了中国画系。他在1962年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跟随沈从文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并且临摹多件绘画作品。这段经历对范增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期间，他不仅接触到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啊，同时呢，他师从文学大师沈从文嘛，这个为他后来成为了集书画、文史哲还有儒释道于一身的这个文化大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962年的时候，他作为沈从文的助手，参与编著中国历代服饰资料，他就临摹了数百幅古代服饰图案。这项工作培养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范增的这个成名，他并非是一蹴而就，也并非是运气，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磨练的。1978年的时候，范增就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这标志着他从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转型成为专业的艺术教育家。1984年，他又调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担任系主任，这个转折点就让他真正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了。所以范增成为书画艺术的大师啊，确实是有功底。但是咱得说，这个书画艺术啊，这类东西它容易分辨好坏，这个不难。但你要说非要定义一个超级好和普通好，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像毕加索的画作啊，有人就觉得抽象的叹为观止，惊为天人；有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啊。关于范增的正面评价就不说了哈，已经有太多人做过长篇累牍。那关于负面评价呢？除了咱们片头那个视频，最著名的就是李敖的点评。
范增啊曾经在台湾举办这个展览，在这个期间，李敖就专门撰写了评范增一文，文中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说啊，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他的字儿做作讨厌，账房的毛笔字而已。如此犀利的评论也并非毫无道理啊。比如李敖认为范增的画作呢千篇一律，这个纵观范增的绘画作品，大多确实是以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为题材，偏向于工笔重彩，线条流畅，却略显程式化。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屈原、李白还是钟馗、达摩，似乎都有那种相似的面容和神态，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你刚一提李敖，我怎么觉得这范增和李敖的口碑其实有点像啊？就是对他们表扬他们的人很多，批评的声音也一大堆啊。所以说一些大师哈，他有争议性，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在构图方面呢，你看范增的画作就多遵循传统的范式，很少见那种大胆的创新和突破。久而久之啊，观看者就难免就产生审美的疲劳。比如他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画呀，画面的布局、人物姿态啊，常常就有雷同的感觉。技法虽然娴熟，却难掩创意的匮乏。当然，每个艺术家都会有他的局限性啊，不可否认。范增的艺术成就和商业成就是非常高的。他的《灵泉道风图》卖出了1600万，广陵散的成交价超2000万。随便动笔，这一幅小品画也能卖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哈，够普通人奋斗一辈子的啊！对，不管怎么说，他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出名了，而且享受到了这么丰厚的金钱回报，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你看，像梵高也很知名，但是去世了之后才出名，活着的时候啥也没享受到，穷困潦倒的。对，可以说范增也算得上是天选之人了哈。范增的一生啊，不光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成就被外界关注啊，他的几段婚姻也是同样充满了故事和争议啊。这个今天咱们讲这期节目的起源就源自于他第4段婚姻的争议嘛。年轻的时候，范增在南开大学读书哈，他那个时候遇到了第一任妻子林秀。林秀呢也是位才女，两个人因为共同的文学艺术兴趣啊一拍即合，堪称才子佳人的组合。他们的婚姻起初啊是非常浪漫的，彼此在学术和艺术的道路上互相扶持，还能交流，生活中也可以说是诗情画意。但可惜，美好的激情随着时间慢慢被生活的现实所消磨呀。那个时候范增还没出名，也没有钱，那柴米油盐的琐碎就让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嘛，又缺少沟通和理解，最终啊，这段婚姻在大约5年之后以离婚收场。这段婚姻呢是争议最小的一段婚姻哈，在第一段婚姻结束不久，范增就迎来了第2段婚姻。他和边宝华是大学同学啊，相识已久。范增呢，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边宝华就给了他很多的支持和安慰，所以两个人在互相扶持中就走到了一块儿。两个人的婚姻持续了20多年啊。这段婚姻的开始算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共同养育了女儿，也是范增唯一的亲骨肉范晓慧。边宝华曾经是一个颇有才华的画家，但在婚姻里面，他就逐渐把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对范增的支持之上。随着范增的名气日渐上升，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他和边宝华之间的这个差距啊也越来越明显了。范增呢，逐渐就向外拓展自己的人脉和圈子，还有包括感情，而边宝华这个角色慢慢就变得边缘化了。1993年，这段持续22年的婚姻最终离婚收场。同一年，范增的第3段婚姻就随之开始了。他和张桂云的关系其实啊，在早多年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张桂云啊，其实原本是他好友徐尊德的妻子啊，所以这两个人的感情故事就有很大的争议。朋友妻不可欺呀，话是这么说，但是范增先生不是普通人啊，所以他就没有囿于这个常理。说起他和朋友徐尊德的相识，时间就得回到1962年。范增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那段期间哈。当时范增的收入比较少，一家人呢就借住在仓库里面，但他的志气挺大啊，就属于那种一看就知道他大概率未来会成功的那种人。徐尊德呢是一位演员，他就欣赏范增的才华，于是啊，他就时不时的接济一下范增，比如会拿些衣服给他，时不时请范增到家里吃饭哈。总之啊，就当时挺照顾范增的。但是网上说他对范增有很大的恩情啊，那我感觉也谈不上。也就是说，你看送点衣服吃点饭，就在那段时间，范增和徐尊德是经常来往的啊，经常上门吃饭。因为徐尊德呀，他是一位演员，所以经常在外地去演戏，所以在家的时间不是非常长。
又因为当时呢范增也已经成家了，所以徐敦德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没想到范增就和他的妻子张桂云产生了感情。范增啊可谓是心细如发，据说呀，为了防止电梯的大爷记住他，范增啊就从楼梯间一步步就爬上徐家的14楼和张桂云进行会面啊。天哪，这也是用情良苦。而且在那段时间，范增和他的朋友没有撕破脸，他和徐敦德就经常见面，范增就一如往常。就这样这两个人就神秘来往了很多年。看了这个，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心理学的吊桥效应，就是他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刺激，就是又当着朋友的面，然后又与他老婆私会，然后他朋友又不知情，然后两家还照常相聚嘛，没准这种刺激就给这段感情啊继续的添柴火了，让他越烧越旺。最终啊，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张桂云去世。可以说，他们的感情啊，并不是图一时的这种痛快和刺激还是有深厚的基础的。直到最后啊，这个徐敦德呢，他就得知了范增和张桂云的这个私情，并在1988年和张桂云就离了婚。但这个时候，范增和边宝华呢依然是法定的夫妻，直到5年后才离婚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范增也没有通过作品赚到大钱，房子呢也都是单位分配的。因此啊，后来离婚之后，张桂云实际上是没有地方住的。据说呢，这个徐敦德又念及曾经是夫妻一场，因此啊，就在家中另腾出了一间房给张桂云。应该说，徐敦德能做到这份上，也真是太厚道了。而且更夸张的是，后面他2个儿子都改姓范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徐敦德也真是被欺负得狠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他的儿子的确又从范增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啊。范增的作品后来基本上都通过范逸夫和范仲达他们成立的公司来进行售卖。这其中呢，这2个儿子肯定是赚了很多钱的，可以算是告慰一下徐敦德当年对范增和张桂荣的包容和忍耐了。张桂云在和徐敦德离婚之后改名南丽，在1993年11月，2个人在范增离婚后的同一年在巴黎登记结婚。这段婚姻就一度饱受外界的非议，但是2人啊最终是携手走过了将近30年的时光，也足以证明这段感情算是比较稳定了。甚至呢，张桂云和前夫生的2个儿子也都跟着范增的姓嘛，显然是为了拉近和范增的关系。直到2021年的11月，南丽因病去世，享年82岁。范增对南丽的感情啊，在他过世后也多次公开表示过怀念可以看出这段婚姻虽然有点复杂，但的确算得上是真感情。在南丽去世之后，范增独居了几年，直到晚年再度步入了婚姻。他的第4任妻子徐萌比他小了整整50岁。徐萌出生于1988年，是重庆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又是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最近频频上热搜呀，比较火后来呢，他在中国交通广播做主持人曾经主持《汽车风云》等节目。他年轻漂亮，性格开朗。媒体呢曾经对他有过各种猜测，还一度传他曾经是时尚模特但最终确认是跟另外一个真正的模特给搞混了。2024年的时候范增在86岁的时候2个人就领证了。这段婚姻一度引发了极大的社会轰动毕竟这个2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也过于悬殊了，公众舆论普遍质疑这种结合的动机。不过范增表现得非常坚定，他在公开场合就强调自己和徐萌是真情实意，表示自己的艺术生涯在晚年的时候举步维艰，是徐萌挽救了他的艺术生涯，他认为这是艺林佳话。当时就网上有传言说2人喜结连理的时候遭到了子女的极大的反对，最终就签订了一份协议，也就是范增老先生此前的作品归之前的这个子女所有做了划分，在2人结婚之后的作品归徐萌女士所有。这不知真假但挺符合逻辑。因为你看此后就经常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徐萌女士在旁边伺候范增先生画画呀或者写字。我觉得这就是挺有巧思的就是证明这个画确实是范增先生刚画出来的，让买家呢就不会存在这个作品真假的这个疑虑。不过如果这个协议分割作品这个传言是真的，那么这个作品应该早就在范增和徐萌结婚的时候就做了一些分割呀，放到了范增子女那儿，那就应该不大涉及这个范晓慧在文中提及的大量搬运父亲早年库存大量的作品、书画还有古玩等等收藏。所以人家的家事也真是只有人家自己当事人清楚。然而好事多磨，就在时间仅仅过了1年左右，就爆出了我们这期节目开头讲的就疑似范增的妻子卷走巨大价值的作品的这个传言和风波。虽然目前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真假以及结果会走向如何，但仍旧令人不禁唏嘘有位网友评价的好，小娇妻嫁给老头，要么图钱要么图权，不可能图你的人。
你都那么老了，身上可能一股老人味儿了，怎么可能图你的人呢？想都不要想。即便是超有魅力的大明星或者才华顶级的大艺术家，其实人老之后啊，即便貌美如花的少女少妇能欣赏你的智慧与才华，但其实人家生理上也是会比较抗拒一具年老的躯体的。不过呢，从范老先生的角度看，也不难理解这件事儿。其实并不是范老先生老糊涂了，作为80多岁的老人啊，你想人生即将走向了终点，名利全都有过了，钱财确实已经是身外之物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剩下的时间过得质量更高。至于留给子女多少钱，有可能又被骗走多少钱，都没那么重要了。对，谁不 care 了，就想要点青春的荷尔蒙，怎么了呢？没错，就谁能带来情绪价值，那谁对范增现阶段来说就是最有用的人。因为这些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他们非常依赖最后陪在他们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至于其他的，都无所谓了。本期就讲完了，再见。下期再见。